大家好，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个具备有手绘风格的一个图表工具哦。它基本上就是可以用它的这个网站哦，帮我们制作出我们需要的这一些图表出来哦。那通常我们在做这个图表的时候呢，可能首选会是微软的 Visio 哦，因为它是老字号了哦，很多人也已经很习惯使用 Visio 来绘制流程图，或者是Draw.io 哦。那这两个工具哦，都是比较标准的商业性质的流程图呢，我们可以使用这两个工具来绘制。那这个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Escargot 呢，它基本上就是比较随意的哈，可能比较它的风格比较是属于手写的哈，因此比较适合我们在做一些概念的展示啊哈，或是观念的表现，或者是我们某个工具的原型图等等这样子一个比较不是那么正式的一个环境哈，是属于比较创意类型的这样子的图形的时候呢，使用这个 Escargot 来画呢，通常会有别墅风格的这样子的表现哈。那同时呢，因为它是发布在 GitHub 上面的一个开放原始码的应用，因此有别的作者呢也扩充了它的功能哦，就产生了所谓的Escargot Animate 这样的工具哦，它可以去读入一个Escargot 的一个图形哦，原先做好的绘出来的这个档案，然后呢，透过这个 Animate 呢，会重新播放一次整个图形制作的过程。因此，在教学上啊，或者是在做一些简报的展示上呢，会有特别的效果。然后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个Escargot Climate 这一个工具呢，它可以把我们某一个图形哦，把它的快照呢，每一个变动都可以做一个快照出来，然后呢，再把它储存成一个 GIF 档案，然后这个 GIF 档案呢，就可以直接是类似播放的方法哦，比如说这个是我们产生出去的Climate 的一个图形哦。好，我们绘出以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样子哦。好，那这个其实每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网站上面储存起来的每一个快照。好，那这两个工具呢，都是属于 Escargot 的再扩充啊，等于是延伸的功能。那对于我们在展示上是有一些不同的帮助的。那我们接着就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 Escargot 它的基本的操作要怎么来操作。Escargot 的操作基本上跟 Visio 非常类似啊。首先我们就是从它上方这个模板里面去选出你要使用的物件，绘图的物件比如说我们要矩形，那你可以用滑鼠去点击它，或者是数字键1到8可以直接选择上面的任何一个物件出来那我们可以按键盘2就可以选择这个图形这个矩形，然后再到这个画板上面自由的拉一个框出来那这个就是你画出来的第一个物件那你可以去换它画笔的颜色，比如说我们把它换成红色，然后呢背景呢现在是透明的我们可以把它改成比如说我要用紫色，然后这个填充的格式你可以是实心的或者是交叉形式的，或者是斜线的那里面的线呢有细的目前是细的线，也可以是粗的线，或者是极粗的线这个都可以自由变化。那外框的这个边框也可以有这3种不同实线、虚线或者是点线我们用实线。那这个整个物件的格式有3大类可以是精确的就是比较像正式的图的这个方方正正的图，或是艺术形态的，或是卡通形态的然后都可以任由自己来变换然后呢，我们再按一下 Ctrl+C 就可以把它复制起来，再按 Ctrl+V 就可以复制第二个图出来然后呢，我们就再把它变一下比如说我把它改成交叉的图，然后里面的颜色呢换成绿色的，边框呢改成橘色的，这些就通通你可以自由去变动它。然后接着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线选择这5呢，就可以自由去拉这个线。好，那这个线如果是不是直线要怎么画我们可以先拉一个图出来拉一条线出来。好，在这边其实就有说明你可以直接用
点击滑鼠左键或者是按 Enter 来编辑它的控制点。好，因此我们就在这边点击2下，好，这边就有控制点出来了哈。那我们就可以按着 Alt 哈，你按着 Alt， 你就在移动呢，你就会看到这个线呢，它就会跟着移动了哈。那再到你要停的控制点的地方呢，click 到这边以后呢，按一下click 一下，然后 Alt 那个 Alt 还是按着不放继续在最后面，好，在最后面点击，所以就可以产生了额外的2个控制点。好，那这样子呢，就可以把你的做这个箭头呢，就会做不一样的变动那当然这个线呢，你也可以随时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自由的变动那这个是箭头的用法。那这个线条当然就更简单了啦，就是你就可以去自由去变动你的这个线条的位置。那当然它在双击又可以在 Alt 按着呢，又可以再加另外的控制线控制点。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形成你需要的任意的这个图形出来好，那这个字体文字点这个 A 以后呢，当然就是可以直接输入需要的中文或者是英文好，那我们再点击这1选择它以后呢，可以直接把它的字体给拖大好，整个字体就可以变大。好，那我们把颜色改一下改成红色。好，但是它这边的字体其实也有不同的格式可以选择，我们可以选择手写，或是一般，或是等宽。好，这边都可以变动。但是因为它这个官方的网站它只有这个黑体的中文字它没有办法用手写格式的但是这个因为它是在 GitHub 上面的应用嘛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自己把它给下载下来，安装在自己本地端。那在本地端呢，你就可以去使用你自己的格式你的字体，那就会可以把中文换成是手写的风格我到时候在说明栏里面会把对岸的一个网站它就是使用 Excalibur 的一个网站，它上面呢就已经有内建了这个手写风格的中文字体，但是它可惜就是它还是属于简体的那所以有一些繁体字打出来还会是黑体但是我们是可以直接到 Excalibur 的网站里面我们直接把我们这个应用给下载安装到自己本地端，那你就可以自己再去换它里面的字型了好，那它这边有特别强调就是说这边它现在它是使用点对点的加密因此你在你浏览器里面画的图它的 server 上面是不会存内容它没有办法取得你的内容所以你可以很放心的去使用它。然后在这个上面这边是物件嘛要画图的物件，左边这个就是有关于这整张图你要做的要存档或者是要把它绘出它也可以绘出成是 PNG 档或是 SVG 档，都可以来做个绘出的动作或者是你直接就把它存成点 Excalibur 的一个图形我们现在就把它给储存出去好，我们把它存成 Excalibur 的副档名比如说把它叫做 test 123好，我们已经把我们这个绘制图的档案存出去了那我们就可以到这个 Excalibur Animate 这个网站里面去把刚刚的图给读进来好 test 123好，它就会重播我们刚刚制作图形的整个过程好，那这个是 Animate 这个网站然后这个 Excalibur Climate 它要怎么用呢？我们先把里面的内容重新整理把里面的内容整个通通都清掉。首先我们要先绘制出一个绘图的一个面板区出来这是等于是我们的要绘制图形的画板然后把内容改成透明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内容我们记得要先去储存一次快照把这个整个内容先快照起来这是第一个画面。然后接着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放一颗球进来
画一个圆形，然后填绿色，好，那这第一个位置哈，存快照，那这就第二个图，然后移动了，再存一次快照，再存一次快照，好，我们就弄4个图就好了，所以我们这边有5个图哈，然后就是球从这边一直滚到这边来嘛哈，然后呢再绘出成 GIF 档，好，我们把它叫做 test ball 好了。好，绘出来以后呢，我们就点击它，就可以直接播放了，你就可以看到它动的这个状况了好，最后我们再来展示一下 Excalibur 它的一个绘制长条图的功能那这个是它最近扩充的功能那也是对常常需要做这个 Excel 式的长条图的朋友呢，可能可以达成比较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先把内容整个都删掉然后呢，开启了一个试算表。我这边直接使用的是 Google 的试算表但是其实 Excel 也是没有问题你就是做了一个这样子简单的2栏式的多列的一个试算表然后我们把这个内容整个都储存都复制起来复制好内容以后呢，按下 Ctrl C 好，然后呢再到 Excalibur 的画面里面它的这个网页上面呢，直接按下 Ctrl V， 你可以看它马上就把我们这个图的图形给产生出来了然后假设我们这个图呢，我背景要把它换成红色，这个是线条填充要改成用绿色，然后呢用实心，这个图就出来了然后呢，你当然就是点了某个特定的你可以自由自己再去变动它啦就根据你自己的需要，自己要去变动比如说我可能这边要画一条水平线，然后呢要把它改成用虚线等等，我们就可以自己要去变化了。那基本上就是把一个试算表的内容直接用系统简列部的方法贴进来，就可以画出这样一个图出来了好。那今天我们就是很简要的介绍了 Excalibur.com 这个网页的服务那希望对常常需要做一些概念图的朋友们呢，能够有帮助。好，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